几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出了一本奇书，阐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观点。这本书就是《黄帝内经》，它不仅是一本医书，同时还能通达宇宙真理。如果有人问西医人体是怎么构成的，他会告诉你大脑、四肢、神经、细胞。如果再细分，他还要跟你说分子和原子。但是如果你要去看《黄帝内经》里的记载，以上说的这些都没有。他会告诉你，我们是由一套很隐秘的构造而组成的，这套构造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它貌似要远高于我们这个世界，但是却又和我们这个世界互相影响。而这套隐秘的系统就叫做藏象。在这套系统里包含着我们熟知的经络，但是不止于经络。《黄帝内经·素问篇·六解藏象论》中有关于藏象完整的记录。有人说我们的古先之所以研究藏象，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他不会解剖学，但这其实就是一个谬论。就算是没有解剖学的古代，大大小小的战争，还有原始部落击败敌人后食人，以及将敌人的一部分作为战利品的可怕行为足以让当时的人了解人体的内部构造了。但是这也无法撼动藏象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古人觉得藏象它更高级，它对人类更有帮助，或者说它更接近宇宙的真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能听懂。我们小时候家里停电的时候，都会点上一根蜡烛，手在蜡烛前进行组合，就可以在墙壁上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比方说狗的形状鸟的形状但是我们知道，墙上的它只是影子，这个影子是个假象。我们的手它既不是狗也不是鸟，这个例子就能解释得了五脏和五藏的关系。但诡异的是藏象它不是影子，五脏才是。西方解剖学里的一切都像是那个更高世界给我们这个世界里的投影，而我们现在认为虚幻的五脏、经络，这些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它们才是真实存在的。这么说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玄幻？还有更玄幻的。大家如果感兴趣《黄帝内经》我推荐这个版本，不仅它内容是很全的，还都翻译成了白话文，大人小孩都能看懂，再加上每一页的彩图和读故事书一样，很简单的就能读懂祖先向我们表达的意思。那上面我们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在证明我们现在这些表面上的器官都是假的，这很难理解，超出了大部分人的认知范围。下集我们继续解释这个匪夷所思的观点。